旅程的第3天，我们从中津川退房离开，前往奈良景宿。从中津川往奈良景宿的列车一路往山里开，窗外的风景像一幅画，青绿的山坡，干净的蓝天，还有沿着铁轨延伸的电线杆，一闪一闪从眼前掠过。只是坐在车窗边，看着光线落在山谷里，就已经觉得这趟路特别值得。列车上，我们还碰到了昨天去马垄宿的车上碰到的一对西班牙夫妇 Mario and Olivia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我们还会在后面的旅程中再碰见他们。他们在木曾福岛站下了车，而我们也很快地抵达了奈良景宿。我们把行李寄存在了奈良景站，然后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游览。走进奈良景宿的第一眼，就是这样宁静又干净的街道，左边是成排的木屋，右边是被绿意覆盖的长坡，阳光从屋檐间洒下来，让古老的街巷显得格外温柔。奈良景宿是中山道69个宿场中的第34宿，被称为中山道最长的宿场町。这里完整保留了江户时代的街道风貌，木质添加连成1公里的古老街巷，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几百年时光。无论是传统工艺、古宅茶屋，还是静谧的小桥溪流，都让奈良景宿展现出最原汁原味的日本古驿站风情。我们走在奈良景宿的老街上，两旁的民宅和小店门前摆满了精心照料的绿植和鲜花，木屋与花香交织在一起，让整条街都透着温柔的生活气息，特别有味道。奈良景宿的名字其实和我们平常理解的奈良县没有关系。奈良在日本古语里代表平坦开阔的土地，而这里当年地势平缓，又有泉井供旅人取水，于是被称为奈良井，意思就是平地上的井水之地。随着中山道的兴盛，旅人往来不断，这里发展成了全县最长的宿场町。有的绿植沿着古宅肆意生长，木格子、藤叶、花盆自然交融，走过这里就像走进一幅被岁月慢慢描开的生活画卷。奈良景宿和其他宿场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它保留下来的那份原汁原味。在这里，你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痕迹，连饮料自动贩卖机都没有。整条街从屋檐、木格子到招牌，都维持着江户时代的样子。走在奈良景宿，就像走进一个被完整封存的古老世界，安静、纯粹，没有任何杂音。两侧的民宅依然住着当地人，门前摆着花草，让这段1公里的老街既有历史的厚度，也有生活的温度。
奈良景宿的街道比马陇宿和七陇宿的更加宽敞，行走轻松舒适，游客可以随意停下拍照或慢慢欣赏街景，不会觉得拥挤或者仓促，给人一种从容自在的感觉。太阳懒懒地照下来，很舒服。但是走进奈良景宿这山里的地方，温度一下子降了很多，风吹过来能够感受到清冷的寒意，让人立刻裹紧衣服。由于我们到达奈良景宿的时候才8点多，街上几乎没有游客，很多咖啡店还有特产店都紧闭着门，一切显得安静而宁和，仿佛整个古街只属于清晨的阳光与微风。即使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很多次奈良景宿，但当我真正站在这里，用身体去感受街道的宽度、阳光的温度和微风吹来的寒意，还是完全不一样。这种现场感就是旅行最特别的意义。室外的风有些寒冷，我们坐到这个小店里面，点了一杯热咖啡，和一个团子，吃一下。其实还可以一口感觉。对啊，当你咬到里面的团子是淡的，就把那个味道冲淡了。怎么样？然后嚼着嚼着，口味就散开来。融合了。这个那个糯米不错，糯米不错，那我高低得尝一个。好吃。好吃的。这个店是奈良景宿为数不多的早开门的店，里面卖着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以及伴手礼。从小店走出来，其实已经接近奈良景宿的尾端了。观音堂。只有这个好像是起很美啊，走起。山里的人。看到红色的鸟具，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到达了奈良景宿的尾端正神社。如果你来奈良景宿，别忘了走到街道南端的正神社看看。它是这个宿场的守护神社，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，甚至更早。以前旅人进出宿场都会在这里参拜，祈求路途平安。神社本身不大，但鸟居、石阶、
古树都非常有岁月感，跟奈良景宿的木造街景完全连在一起。在正神社正好看到一位巫女在安静地扫地，那一瞬间真的有种时间被放慢的感觉，连风声都变得轻了一点。在这样的老宿场看到这种日常场景，会让人觉得岁月安稳又特别舒服。离开正神社，我们打算返回JR奈良井站。感觉游客逐渐变得多了起来，整条宿场像是慢慢醒过来一样。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那种热热闹闹的奈良景宿，不过我觉得这样反而挺好，街道安静，脚步放慢，我们能更专心地感受这里的细节。也许不是最热闹的奈良景宿，但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奈良景宿。在奈良景宿停留了2个小时，我们便准备坐车离开，前往松本。好了，本节游览奈良景宿的行程到此结束，下一节我们将前往松本。感谢看到最后，我们下节见。